自产客不说的秘密，71%的人都在买大楼，公寓跟透天正在被市场淘汰。先说结论哦，电梯大楼就是主流市场哦，现在就是未来也是，是因为你想要，建商他也拼命盖，所以未来很难会有其他的选择。我说在蛋黄区啦，那你台北市怎么会有一个新的透天案子拿出来卖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高雄电力供应即将告急，反正就是台积电相关哦。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公寓跟透天会越来越难卖哦。这次我们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房客心声真的回不去了，电梯大楼购屋占比冲破70%新高，透天错，公寓惨遭边缘化哦。那内容是这样，就是根据联征中心最新的房贷资料显示，台湾人的购屋偏好已经发生剧烈变化咯。去年的 Q4，那买房的人，你猜买电梯大楼的人几趴？71.6%，哇嘞，是怎样？就大家现在都去买电梯大楼啦。然后我们看一下信义房屋里面这张表哦，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简单讲一下，就是对比2015年的 Q4 跟2025年的 Q4， 这对比在对比什么？10年哦，10年的变化。买电梯大楼的占比直接剧烈增加22%哦，然后被爆破下滑的是公寓跟透天哦，透天是下滑将近13%，公寓是下滑4%这样。我现在讲的是在全部贷款人数的总占比哦，所以不是公寓的买家少4%那么简单。也就是说，以现在的趋势，公寓跟透天未来只会越来越不吃香而已。再来，你要知道，不住电梯大楼才奇怪哦。那为什么住电梯大楼现在会这么吃香？你可能已经住习惯，你没有感觉来，我来帮你回味一下公寓生活。你下班后要扛2袋菜、1包米跟便当爬上5楼，回到家的时候，你跟老婆说让我喘一下，然后你老婆说快一点，等一下垃圾车就要来了，那你就要再爬下去倒垃圾。我跟你说，你现在的工作时间，你还能赶垃圾车，你很幸福，你知道吗？像我们以前加班加的那什么垃圾车，几十年没看过垃圾车这种东西。然后这样就算了走到1楼的时候啊，你看路上都是邻居乱丢的鞋子啊，对不对？鞋子就给它摆在楼梯嘛，一间摆1双嘛，不然用鞋柜啊什么，你还有闻到那种骚味因为隔壁的狗不知道怎样，楼梯间尿尿然后没清，是不是有印象我跟你说，我还有一个很冲击的画面，就是在高雄高雄已经不太下雨了，然后下大雨然后一个雨夜的晚上，我记得还是冬天高雄冬天也是会冷的高雄不是说完全就是赤道热带这样那雨夜的冬天，我高雄冬天而且还是真的很冷。我当兵的时候去站夜哨，我想说就高雄是会这样，好冷怎么会冷成这样？我们还要听上兵讲的，就是拿暖暖包有没有？暖暖包把它拆开搓了以后，直接用胶带捆在我的大腿就胯下，你就直接捆，不要怕脏，不要怕什么，因为这很冷啊，你又站在那边，然后又不能动我讲这干嘛总之回来就是冰冷的雨夜，然后一家大大小小在路口在等。我印象中是在兰园化世纪那边，也就是大顺路那边，大家在那边等垃圾车呢。我看了，我实在是我就不想要过那种生活。但是老人家不一定老人家觉得说，这也没啥，他到一辈子垃圾，然后垃圾车时间是老人家的社交时间，这真的就是也有一些大楼到现在是没有环保室的，就没有建商当初就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没有环保室。然后也有那种因为吵架怎样环保室关起来，反正就是说等垃圾就对了你去丢垃圾。然后你说我们管委会来讨论一个议案，我们把环保室给它生出来我跟你说老人会反对呢，居然会反对呢他们在反对什么？因为他就觉得说去倒垃圾聊天垃圾车10分钟15分钟之后才到，他会先去就站在那边，然后邻居陆陆续续集合，他们开杠讲完以后就反正垃圾车年轻人然后现在是完全无法接受，然后大楼就是要环保室啊那这个就是公寓的印象。你光听我这样子讲，你是不是也觉得冰冷的雨夜中在那边等垃圾车，这个不是很舒服？那当你要搬家的时候，下一个你要买的房子，你自然就是多选电梯大楼嘛至少干净又卫生这个就是需求面的变化。那供给面就不用说了，建商现在是几乎只盖电梯大楼除非一些很偏远的地方还会出现新的公寓新盖的公寓台南我都去看过，我靠，怎么还有公寓去看新的真的没有电梯为什么？因为蛋黄区都市计划区里面的土地越来越贵，容积率限制，再加上建筑成本拉高，对建商来说，你那块土地就是盖大了才 OK 啦这个利润算起来才 OK
你盖公寓或盖透天这不是那么划算。那为什么说还是有透天社区型号被盖出来，就盖大楼怕卖不掉所以71%。71.6 这个数字不只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电梯大楼，而是市场中的新房子几乎供应给你的都是电梯大楼，你能选的选项都被内建预设成电梯产品了。最后你要知道，台北老公寓还是可以买啊，但是我还是提醒一下，如果你住在台北老公寓还是可以买。台北老公寓是一个单独的市场为什么？拼都更就这样。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台北的房子太贵了，你要直上电梯大楼2房或3房，你要很有实力才有办法。2500万、3500万的这种东西，我讲还是中古嘞。你现在高楼层有景观3房平车也就是大家一般认为说这个还不错的居住，也不是豪宅是不是？看不会给你5、6千，然后看不会给你坪数稍微大一点，给你过豪宅线，台北市的豪宅线第二个原因当然就是都更就是你买台北公寓的时候卖赔，你心里幻想的剧本一定是叫做等建商来敲门。不是有一部电影吗？什么当幸福来敲门，你是当建商来敲门，你就在等那一天而已。那叫做说不定会都更说不定未来会都更。那不管是不是真的会都更，你说服自己的理由一定都有这一条你就会想说，哎呀，没关系，这老房子旧房子，这年纪比我还大还不用躲因为再老下去它就会变成新房子了从天而降的财富。同样的，等你5年后、10年后，你真的要卖掉台北老公寓的时候，你的买家也是这样子说服自己这间房子的屋龄就给他加10加15了呢。说不定他现在40几年，然后在我手上持有了10年好了我说不定有都更机会相信的力量所以台北老公寓还是永远都会有下一个接盘侠。我也要说一个比较难听的事情，就是都更这件事情我现在的判断叫做命里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命里有就有。你当然可以去计算各种这边有可能会都更然后我去插旗把它插下来只有你会算建商这么大的公司他们是在干嘛所以有可能有潜力有都更眉目的都已经天价了都已经飞上去了。那我为什么会说命里有就有你就刚好继承到。那你从小到大住的老房子甚至是破房子你就刚好继承到，这就是说的命里有就有。你命里没有，你要去强求很困难真的是很困难，因为你就是要面对已经被人家炒高有可能都更的公寓的房价那你也不要相信房仲跟你说这边之后会都更，他拿什么保证？如果他敢这样跟你讲那你看你跟他签一个契结书签一个协议书，说10年内有都更然后怎样怎样的不然要赔钱，你看他敢不敢签所以我会建议你说，如果你是要买台北的房子，理智一点做法就是把都更算了，你就抛诸脑后，有就当赚到那如果这间房子未来都不会都更，你还是愿意去买，那你再出手，你不需要说就是有可能都更所以说现在这个超破超烂的那个房子是歪斜的那个阳台虽然阳台进出，那往上你看那个钢筋裸露，它可能会都更它既然可能会都更，我现在装潢有意义吗？没有。然后你就住在一个超破烂的窝里面，然后自己又觉得很痛苦，请问这跟坐牢有什么两样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今天讲的电梯大楼在购物市场的占比突破70%这个新优势我们先分析了公寓跟透天逐渐被淘汰的原因，包含生活便利性不足、建商成本高涨以及土地使用效率等现实问题。另外我也点出了台北老公寓仍具备特殊的市场价值，这主要是因为房价高涨跟都更预期心理的支撑。那结论就是未来的市场走向很明显就是倾向电梯大楼了，这不用未来，现在不就是这样那如果你仍然要在台北购物，台北市购物的话，老公寓依然有它存在的理由，只是你千万要把都更当成额外的红利，而不是购物的前提条件，不然你会住得很痛苦。你不敢装潢，你知道我装潢下去他妈都更，那到时候那个建商不认怎么办？一大堆有没的。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买台北市老公寓最需要担心的是什么？ A 可能会怪邻居B 卫生环境比较差， C 追赶垃圾车非常累当然现在有那个到府收垃圾服务嘛，只是你一个月就是大概要给他1000多块，好像1500吧奇怪，你看住公寓大家讲什么？讲说不用付管理费，好，请人收垃圾1500这不是管理费就跑出来了。真的是有个说法对讲八卦之前先打个岔长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产要找谁？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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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 免费的那每隔几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潜力的房子被抛出来，
那跟我说好友已经加到超过7000人了，真夸张。那想自产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肖店长的 LINE， 小老鼠掰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那让肖店来帮助你成为天龙人。跟我说已经超过2000人加入了哦，赶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买了双北，你想要装潢，你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啊。装潢找谁不是找，就是怕被当盘子敲嘛。我就推荐汉一陈老板，反正问不用钱。小老鼠汉一哦 ，HANYI 汉一。你想要只做一间厕所的翻新，这都可以哦。反正你先问，拍照传过去，去丈量讨论之后再说。汉一很有实力的，资讯栏里都有连接。那你看哦，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设却一个都没有停。那你不趁现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设落成以后，你去抢贵的，你才高兴是吗？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把高雄自产增值的保障都埋在那里了。啊，如果你是苹果手机你记得你要用网页来加，你不要用那个内建的 App 来加，不然会被多收苹果税。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价的高雄市蛋黄区重大建设，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带你去看会增值的房子是长什么样子。现在加入就能获得帮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设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买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体力行的功课。现在就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马上加，马上开始抄作业。最后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买在重大建设旁边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个好房东，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钱。我刚看 YouTube 的后台有74%的观众朋友都在看而已，没有按订阅就这样还有55000订阅，那就麻烦你帮我按订阅，应该不久后就10万了。10万有什么好处这样我就会比较爽。对，按了吗？按了好感谢你的订阅，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对，今天是我买房阿元 YouTube 稿子的第666篇了，我靠，我他妈弄着666了好啦，有个说法叫台北市60年的老公寓闭着眼睛买，为什么？因为它会变成新房子。你再烂，政府因为什么危害呀、公共安全啊，就是怕乌纱帽掉了，你知道？一间房子住着，然后天花板，然后结构体塌下来，然后造成市民的伤亡，我靠！你看这要拔多少关？所以说，即使你等不到建商，你也等得到市政府那就是都更啊！你认为台北市房子台北市老公寓可以闭着眼睛买，一定会都更，这件事情有道理吗？那我跟你讲镜头一转到高雄不要抖，真的是不要抖。高雄空地还这么多，真的是很多啊。空地我们要这样看，你说没有啊？我家附近都很热闹，不是？你去看停车场你把你 Google Map 打开来，你开卫星你打停车场，它会标出来，那些都是建地，在都市计划区里头的。他们为什么要做停车场就是空地税避一个空地税。你自己看市区里有多少建地，所以空地还非常非常的多了。那公寓公寓在高雄剩下什么买房就几种，第一种刚需自住，为什么？公寓它毕竟是怎么样最便宜的3房产品最便宜，虽然要瓦斯桶虽然要停外面再走回来，虽然要赶垃圾，可是它是总价最便宜。那个在高雄3房公寓可以便宜到多少？我们也不要讲什么顶楼5楼这个公寓3楼，我在建国路那边我还看得到300-400的东西400好像它是2房吧。总之就是你看它可以便宜成这样，那就刚需自住买房啊。谁会需要这个房子？就是预算比较不足的房子。这种买房你不要嘲笑人家没钱或什么，这种买房很快他就会卖了那这就是住一住以后认真工作存到钱以后，想换他旧换新就换走了就这样。不会有谁真的想在公寓里面就是待个一辈子啦，尤其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跟父母想的不一样然后第二种就自产自产他们做公寓做什么？做投报率的，就是收租投报率的。投报率是这样我个人认为说，以现在来看，除非你有自己整理老房子的能力，不然你要隔套，你最好是怎么样？你最好是买人家已经隔好套房再收租的公寓，也是会有人拿出来卖真的会有。他就收租觉得很烦或怎么样，他就把它拿来卖。收租是细水长流然后你把它卖掉以后一笔大钱进来，很多人是要那个大钱的。好，那你去跟他买，
那买好以后，它是不是贵的东西好几年前都帮你花掉了？什么泥做啊，什么地板垫高啊，要做厕所啊。好，那你接下来就是整理房子，然后把它改好改漂亮。你最烂看那个地板，要不要弄个木纹的嘛？塑胶木纹的，然后天花板不要再弄办公室那种轻钢架，你看怎么弄漂亮就对了，然后拉高租金。这是一种做法。第二种就是老公寓买下来一样是整理房子，老公寓是一定要整理的。那整理房子以后，它是不隔套的，它就是正常租给一个家庭，这也行。而且这个弄下去，往往投报率都会超过8%。观众朋友来说，他好几间都是这样，都是收10%以上可是那个钱，你算趴数是看起来很漂亮啊，但是那个钱就是不多啦就公寓的租金是大概都2万块，就已经很高了总之就是这样，我还是奉劝除非你有自己整理老房子的能力否则不管你是要自产，你是要收租你现在的这个工钱都会被人家贵非常非常的多。隔套是有低消的，你知道，连高雄现在隔套低消一间就是50万了，所以真的是再看看。你看一看，你可以隔4套，200万先拿出，你才买300，然后你拿200来隔套然后你的成本算一算已经500了那这500以后，你这个4间套房1个月收租多少？然后你要慢慢收一收发现要大概15年回本，那你愿意等吗？这个15年一等下去，现在的公寓屋龄45，等下去变成屋龄60的公寓再隔套收租，这个光想我就觉得问题会很多，到时候窗框漏水又安怎都安怎，开要10几万所以看看这是看看了。结论就是年轻人现在都在集体抛弃公寓我在高雄就是除了看到就是有人买便宜的废墟公寓，它的废具体废在哪里？废在好几十年没人住，很多啊，就是继承到然后都不管的那个废墟便宜公寓，整理后收租跟买隔套的公寓来整理让它变漂亮拉高租金，跟买超便宜的公寓来隔套说还是会有超便宜的那种继承到乱卖的之前才听过，就是也在建国路那附近，高雄火车站那附近的公寓的5楼才200多就有这种此时即使低消1间50万好像也能花，就是这样否则目前真的是看不到什么公寓的机会讲是这样讲公寓的收租你真有去研究，说不定你会心动。为什么？超过8%这是常常有的事。然后你要看现在是第7波信用管制之下嘛，对不对？虽然第2屋放宽成6成。但是你想要多屋你的多屋是多到第3、第4、第5、第6间的这种现在说什么第3屋银行可以贷款3成，自备要7成。我跟你讲，实务上是知道你现在要做的是第3屋，银行都不接，都是软钉子。那个软钉子怎么给？一箱一箱给，倒到你脸上。反正3屋他们就没办法，是麻烦好，那如果你是这种多屋那就会变成怎么样？我现在看到的都是公寓的自产客的买房，他们都是本业很强，本业很强，他就存到一笔钱，比方说300万，他自己就什么机械厂的副总这个我以前遇过，他就一年大概就是会有300-500万的现金要处理此时他怎么样？他就去买，也不是台积电他就去买公寓现金把它买断都不贷款了，然后连整理的钱就这样，因为反正现在第7波限管制嘛，贷也贷不到嘛，那公寓又是3房，又是老人家比较熟悉的产品。那你叫他们现金买断这种低总价，然后不触发什么第3屋、第4屋，他们都 OK 我看起来他们都很喜欢做这种事情。那当然这跟他本业收入的规模有关嘛，他一年就200-300、300-400的，那当然在他眼里就是看公寓不喜欢看套房然后如果他的本业收入规模再更大一点，他应该也会怎么样？也会比方说存2年、存3年的钱，现金买断一间什么电梯大楼，还是这样。目前市场中受青睐的还是电梯大楼这种产品。但我知道在高雄有人说白痴都在高雄，但是他住透天透天才是自己家你住大楼都是跟别人住你要看一下现在市场是长什么样，就绝大部分通通都是在交易电梯大楼。然后你说没有，因为透天很贵有中古的我跟你讲，中古的透天更难卖，透天还有透天的问题，以前拍过影片，见价都很难见得到，就这样。来，你认识律师朋友吗？没有的话，你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认识的超强律师朋友介绍给你，听好婚前财产分配、婚后财产分别、买卖房屋纠纷、买到漏水屋、买到凶宅、预售屋广告骗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仲介隐瞒事实、担心合约有陷阱、楼上漏水不修、遗产分配不公、赠与小孩房子、担心房子被诈骗、借名登记不肯还、遇到装潢蟑螂、验屋验到想告人、室内装潢纠纷、法拍屋纠纷、车祸赔偿纠纷、家人遇到诈骗、土地被霸占、遗嘱相关问题、
对付二邻居，对付二房东，对付二租客。刚念的有中一个你就加，加了马上就问。赖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对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会越难处理。祝你顺利。